很多人依据《黄帝内经》啊或什么讲啊，你要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上大号，什么时候吃饭，因为那个时候植物流注是流到什么地方，什么脾胃，所以你到什么时间要根据这个来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子活吗？瘦的那个人吗？他的头没有悬着，他的头是撑着，撑着是用这边这样撑着，他没有悬着。OK。那个然后那个人跳那个人跳他的平衡跟不平衡的那个差别比较小。基本上他还是在平衡内。另外有一个我分享的比较胖的人跳的，那个人跳的完全是在他在平衡到不平衡再回平衡，那个就很不错。我之前看过你的影片，动八卦掌也有点像有综艺。对，所以你看他跳的跟他后面跟的人跳不一样，差别就在这边。后面跟的人学的人都在平衡。他是老师吗？在这个应该是，就是胖一点的光头的那个。对，所以你看其他人跳全都是在平衡中跳，在平衡中跳就失掉了那个这个舞蹈的那个动态感了。所以这样，老师，我们打拳击站起来，我们平常走路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拉起来你刚说扶起来，再用上面。我们是提着，可是颈部是松的。那个人你看他的颈部是紧的。OK。所以用提起来不是拉起来。用你不可能拉。你从哪拉？但是很多太极的他们说在上面拉起来。那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感觉是这个样子。可是操作不是这个样子。这个还是提起来的。对，就是你提住了，然后当你其他在动的时候，它维持住，就感觉是悬着。所以有很多你看很多武术或者就是中国对于很多修炼的东西的形容它是在形容一种感觉，它不是在讲如何操作。所以这个里面会产生误会。是让我们感受，因为感觉是最重要，好像听一样。因为他只能讲他的感觉啊，因为以前的人在练，他就练出了那个东他感觉怎样，他就叙述那个感觉。他比较不会去叙述如何操作，因为操作是更复杂。所以感觉的东西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同样在练会达到这个感觉的人听的。有提起来固定一样的高度，会有这个拉的感觉，因为它没有一起伸回去。因为它没有这样子，它不是下去就下去，它是提住颈子松的，然后它下去之后，这个还保持到颈椎还保持到好像，因为你这个提住的时候，当你身体往下沉的时候，感觉上就在拉了。有这个拉的感觉。对。所以有很多讲他练有太极拳这种的最多了，什么通天通地这些东西讲的都是感觉，不能实际去考究。对。
那个刚刚 Victor 问我说我今年没有过生日哈，这个里面啊，我有一些思考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不过生日，不过年，不过节日。从我很早的时候啊，很早这些对这些都没感觉的，从来不过什么结婚纪念日什么这些，通通不过啊。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啊，最近也在思考，因为我决定不过了，我就想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比方讲很多的节日，现在很多节日是在农耕时代，它要分春夏秋冬，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灌溉，什么时候收割，是农作的时候，农作需要，就是种东西啊，种稻啊，种菜啊，它要根据这个时令，它要分割出来这些来根据这个来操作，怎么去处理这个农作物嘛，种植。可是这些东西呢，是天地跟农作物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跟着那个去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整个生命会被这种东西切割成一段一段，这么懂是吧？比方最明显的结婚纪念日，你去纪念那个结婚纪念日，就你的婚姻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可是婚姻它不是一段一段的，婚姻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持续的东西的啊。你如果用结婚纪念日去切割那个婚姻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结婚纪念日那一天或者前后几天，跟你平常的结婚的婚姻时间是不一样的。当这个不一样产生出来了以后，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变成平常过日子是很乏味的，很平淡无味的。你在期待那个结婚纪念日有一个惊喜，有一个礼物，有一个吃大餐，有一个特殊的事件。同样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划分出很多，现在已经划分出太多了嘛。生日啊，什么情人节啊，又有我们传统的情人节啊，西方的情人节啊，又是这个东方的节、西方的节，全部都是把我们的生活不是生命啊，切割成一段一段的。似乎那些节日的那一天是跟生命中其他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其实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是什么？是那种非节日，是那种平淡的时候。其实节日的生命中每一天的价值是相等的。生命中应该每一天的价值是相等的。我们对它的期待也应该是相等的。可是有这些，你去期待这些节日或者过这些节日的时候，生命就被切开了。生命被切开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时间控制，被这些东西控制了。啊，比方西方人最主要过圣诞节，东方人过春节。就春节的前几天，春节的后几天，这段时候，你就从期待到过到结束，慢慢的形成。
它变成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一个好像是一个特殊的高峰，然后一年，你就知道你过了一年，过一年，啊，你过生日也是一样。那这种观念啊，这种观念种植在我们的思维里的时候，种植在我们对生命的认知里面的时候，生命就不是一个整体的了啊，生命就不是整体了。这样讲有没有懂啊？这样讲懂吧？可是我们如果把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话，我们认为生命当中每一天是一样的，所以我对生命的感觉是什么？我对生命的感觉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天，我过这一天，我过今天跟我过明天，我春节的前一天、除夕的前一天跟除夕跟初一、初二、初三是一样的，我的心情，我对自己生命的认知，每一天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不到，我们就不会感觉我被时间我被时间控制住了啊。那我们的身体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比方讲，现在很多人依据《黄帝内经》啊或什么讲啊，你要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上大号，什么时候吃饭，因为那个时候植物流注是流到什么地方，什么脾胃，所以你到什么时间要根据这个来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子活吗？那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认知、身体的认知，更被切成12段。你这个时候该做这个，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该做什么，那个时候就不应该做什么。可是你去看整个人类好了，你去看整个人类，不要从前，你就现在各种行业的人，我们是依照这样子活下来吗？显然不是吧？我就讲过嘛，我们最好的对照是什么？就是从战争走过来的人，从战争过来的人，你会发现很多经过战争过来的人，他反而活得很长寿啊。可是他从战争走过来，他不可能照那个来生活啊，是吧？他该睡觉，他该睡觉不能睡；该吃饭他不能吃，是不是？该干什么他不能，他就是逃命嘛，他就是逃命，他就是求活命嘛。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后来他们的身体反而非常好，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符合那个，可是非常好，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么死板的，我们的生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不是某一个规律可以来规范我们的生命的形态或我们生活的方式啊。那我们现在越来越相信那个你如果很相信那个的话，你就一天就被分割成好几段了。你如果10点钟你没睡觉，你就会焦虑；如果6点没起来上大号，你就会焦虑；你该吃早饭时间没吃早饭，你就会焦虑，是不是？你如果没有 follow 那个东西生活，你就会焦虑，你就会认为你会生病，你就会认为你身体会坏，你就会认为你的生命会糟
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脱离，尤其现在更多的书啊，更多的什么教我们怎么生活，教我们怎么吃，教我们怎么睡觉，教我们怎么喝，教我们怎么玩，教我们什么，每一个事情他都要参与到指导每一个人，你应该要怎么做才对。所以现代人变成你要 follow 的 rule 太多了，可是人家是专家，你不 follow 你就会焦虑啊，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放眼去看，生活在热带的人，生活在北极的人，生活在高山的3000公尺以上的人，跟生活在平地的人，都不一样啊。他们的生活形态跟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可是一样活，而且一样活得好啊，而且一样活得很久的啊。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就我们如果对，因为我到这个年纪练拳到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嘛？就是你练八卦，你练这些东西练下去，你练身体的可能性，你会问一个问题，就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身体到底是遵循什么规律？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规律？是不是要遵循那些客观建立的规律？还是我自己必须去体会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我的生命是怎么回事，然后根据这个东西来活所以到后来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了那要脱离那些东西，在我觉得第一个要脱离的就是被时间的管控。那时间的管控里面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节日，就是这个对节日的感觉，对节日的期待，尤其是从小孩子就开始给他们过生日，就期待生日搞一个大 party 啊，又什么？我觉得对小孩子是有害的，真的。真的，我跟你们讲，现在用节日来讨好小孩子，用节日来讨好小孩子对小孩子完全是有害的，完全是有害。为什么有害？为什么有害？因为给他们一个虚幻的期待，然后在生活当中就期待着，因为你如果说一年有一次。比方讲，在以前过年，一年吃一次肉，平常没有肉吃，然后就小孩子就是期待过年嘛，可以吃肉嘛，你帮我接，可以吃肉嘛，这就是一个期待嘛。小孩子你给他过生日，他就一直在期待那个生日，现在又来万圣节啊，圣诞节啊。过年啊，然后又这个节那个节，他的生命当中一直期待那个，然后下来了，就是一个低潮，然后慢慢又期待下一个，然后又期待下一个，他的生活不会是一个平常的生活，他是一直期待一个高峰，一直期待一个高峰，一直期待一个高峰。生活当中，如果一直期待一个高峰跟一个高峰的时候，你其他的时间会浪费掉了，你没有期待。但是一般的生活不是都这样吗？不对呀。因为你在公司上班，要做报表，也是有一个节日，然后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活都是有。就是一些 deadline 之类的。对啊，所以那个是公司为了公司的营运
给员工的一个规范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要工作，你要赚那个钱，你就守那个规范嘛。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啊，我们的生命不应该这个样子啊，是不是？啊，如果说过一个节，我的婚姻过一个结婚纪念日啊，才还是一个美满的婚姻，我先生有记住我，我太太有记住。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婚姻我觉得就蛮危险的啊。